洪武31年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死了，而就在这同一年，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一个普通的房子里，一名男婴咕咕坠地。当时没有人知道，这个虎年出生的小男孩会在50多年后成为大明朝的英雄。这个男孩名叫于谦。于谦祖上世代为官，他的曾祖于九思曾官至元朝3品杭州路总管。他的祖父是大明洪武朝的工部主事，但他的父亲于仁却坚决不出仕，在杭州隐居。于仁有个偶像，就是南宋丞相文天祥。坊间传闻，于谦出生前的一个晚上，于仁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文天祥身着匪袍，头戴金服，对他说：“我文天祥一生为大宋操劳，却不能拯救国家于水火，实在是一生之憾。现在的大明朝虽然如日中天，但几十年后必有亡国之忧。我不忍心再看华夏生灵涂炭，决定转世投胎做于家子嗣。”于仁大梦初醒，便听到家中传来婴儿啼哭。于仁感慨文天祥转世，直到孩子3岁时，才借由梦中之意给儿子取名于谦。小于谦在家乡很受邻里乡亲的欢迎，因为他长得很好看，乡亲们都认为这个孩子日后一定会有一番作为。永乐元年，朱棣从他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夺走江山。这一年，于谦6岁，正所谓少年英才，志存高远。此时的于谦便展现出了不符合他年龄的成熟。一天，父亲带他去扫墓拜会于家的列祖列宗。路过当地一个叫做凤凰台的地方，于谦的叔叔准备考一考于谦，随口念出上联：“今朝同上凤凰台。”于谦立即对道：“他日独占麒麟阁。”所谓的麒麟阁，就是当年汉代供奉功臣的殿宇。此下联一出，已经超过考试的范畴。6岁的于谦已经拥有了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。永乐4年，于谦10岁，正值元旦，单人鲜衣怒马前往长辈家中拜年，恰巧撞上了当地巡按。巡按见其年轻，问道：“小子何敢冲武劫岛？”于谦不慌不忙答道：“良机遇上，进而难收，正望前程耳。”巡按见其出言不凡，便让于谦应对。红衣儿骑马过桥，于谦对道：“赤弟子斩蛇当道。”巡按大惊此少年，赏银10两离去。于谦的对联为借刘邦当年斩白蛇的传说。此时于谦虽然只有10岁，却已经立下志向，信守名节，而且异常自信。在其父亲的影响下，于谦从小也将文天祥作为了自己的偶像。在更早些的时候，家里曾经请来了当地有名的相面大师为其相面。大师的评价是：“他日就是宰相也。”再加上他本身就极其聪慧，讨取功名，凤毛继美，造福一方百姓，也就成了少年于谦的奋斗目标。同时，于谦真的很勤奋，少读书，手不释卷，过目则成诵。就这样，在有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家庭中，于谦长到了17岁。但这一年，他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失利，他的乡试落榜了。但面对挫折，有些人就是要平凡的度过一生，而有些人注定要成为英雄。考试不中并没有影响于谦，他照旧勤奋刻苦，他甚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谢绝了一切与学习无关的活动。在三毛观学习的过程中，于谦看着山人断锤石灰，有感而发，写下了那个千古名篇《石灰吟》。这就是于谦的意志。他后来回忆自己苦读经历时说道：“我昔少年时，垂发如漆，锐意取功名，辛苦士之笔。”终于在23岁那年，他考中举人。于谦将平生首次来到都城北京参加会试。此次会试的主考官是那个名臣杨士奇。杨士奇非常欣赏于谦，他让于谦以会试第1名的成绩进入殿试，直面大明皇帝朱棣的最后测验。在殿试中，于谦挥斥方遒，直言不讳，指出朝廷很多弊政。这时的于谦未经出仕，他也无法理解朱棣频繁兴兵的意义，他只想将他的满腔热血挥洒在大明的江山。但当着全体士子的面斥责皇帝的政绩，无疑是犯了忌讳。朱棣不可能瞧得上这个杨士奇选出的第1名。于谦殿试成绩不佳，只有3甲第92名，不能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，只能出京成为外官。可虽然于谦成绩不佳，但并不影响他会成为这一届所有士子中最闪亮的那颗星。永乐19年，于谦考中进士，同时他的儿子也出生了，他给儿子取名于勉，纪念自己从这一年开始走上了仕途。于谦仕途的第一站
来到了湖广。他的任务是解决当地的军民纠纷，安抚少数民族，犒劳官军。时年于谦只有26岁，虽然看上去是朝廷派出的钦差，但这并不是什么好差事，换做别人可能在当地也就走个过场。可于谦尽心尽力，在当地赏罚分明，以廉政著称。1年之后，于谦返京，如实汇报当地情况，疏解贪功冒杀两例，御前奏对，音吐洪唱，地位倾听。皇帝听了汇报之后，立即下旨彻查当地军官，不得贪功冒进。于谦虽然此时只是一个7品的小官，可他的正直无私已经为其赢得了不错的官声。但于谦真正成名，还要从他大骂汉王朱高煦开始说起。宣德元年，汉王朱高煦叛乱，于谦奉旨随朱瞻基出征讨伐汉王。这个汉王是朱棣的次子，反叛的起因要追溯到朱棣靖难的时候。朱高煦不仅是正面指挥的猛将，而且还救过他父亲一命，这就导致他在武将中的声望非常高。同时，朱棣遇疾之后，曾对汉王说过一句话：免之，世子多疾。这句话充满了歧义，可能是朱棣觉得太子朱高炽体弱多病，给了二儿子一些希望，也可能是让他好好辅佐身体不好的哥哥。所以就在朱棣死后，朱高炽继位，朱高煦就经常表达不满，意图谋反，并且朱高炽的身体确实不好，登基5个月就死了。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登基继位，这就给了朱高煦充分的自信，他准备再像他父亲一样发动另一次靖难。可朱瞻基并不是朱允炆，在杨荣的建议下，朱瞻基亲征，于谦作为诸臣随扈从征。新皇朱瞻基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他的叔叔。此时朱瞻基刚刚继位，他十分需要一个机会树立权威。他命令于谦当众宣判叔叔的罪行，于谦没有丝毫畏惧，他激昂陈词，声如洪钟。汉王朱高煦早年便在朱元璋面前屡犯忌讳，成年后恃功而骄，多余不发，将汉王朱高煦贬为庶人。于谦替皇帝说出了他想说的话，汉王朱高煦直接跪倒在地，连声说道自己愧对列祖列宗。在场的所有官员都被于谦身上几乎与生俱来的正气所感染。杨荣也向皇帝推荐这个人才可堪大任。于是返京之后，朱瞻基命于谦巡按江西，此时于谦还未满30岁。在江西，于谦做了3件大事，首先便是清理陈年冤案。当时的江西匪患猖獗，这也是朝廷为什么要派于谦来的原因。于谦到江西之后，轻骑简装，走访民间，体验百姓疾苦，雪冤囚数百人。但于谦深入调查了解之后，发现江西的匪患指向2个地方，一个是当地的盐商，另一个则是江西宁王府。想要根治匪徒，就必须要拔掉王府这个根。这个宁王来头不小，是朱元璋第17个儿子。朱元璋在世的时候，便有燕王善战，宁王善谋的说法。而且当年朱棣举兵靖难的时候，还给过宁王类似分治天下的承诺。所以到了宣德年间，宁王虽然已经年老，但他的势力已经遍布江西。宁王府在当地作威作福，还经常对百姓强买强卖。于谦并不畏惧王权，但是他一个小小7品御史是无法与这种皇室宗亲正面对决的。于是他密信杨士奇，上奏朱瞻基，将当地情况说明。有了内阁以及皇帝的支持，于谦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。他逮捕了王府中10几名不法之徒，还给了当地百姓公道。至此，江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交通变得顺畅，万民赞扬于谦的功绩，为他修建了一座祠堂。于谦在江西花了3年时间，而人生又有几个3年呢？他确实是个难得的实干型人才，虽然殿试成绩不佳，没能进入翰林院，但是人生可能就是这样，一次失败的经历可能便是某些事情的起点。朱瞻基在看到于谦在江西的功绩之后，重用了于谦。当时朝廷准备加设各部侍郎，于谦被朱瞻基亲笔提拔为从2品兵部侍郎，巡抚山西、河南2地。宣德5年，于谦成为了明朝首批正式任命的巡抚。这一年他33岁。此时的巡抚不同于日后的封疆大吏，由于制度并不健全，于谦这个从2品的官职不过是个虚衔。起初他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，于谦一如既往奔波于山西、河南2地，这2个省的面积加起来近8000里，人口600多万。宣德6年，
山西、河南发生饥荒。此时于谦还并不知道怎样做好地方的主政官，只能上奏朝廷。而宣宗给了初来乍到的于谦极大的信任。于谦这边奏书一到，宣宗就立即从自己的私产中拨出30万两白银交给于谦用来赈灾。于谦十分感动，他不舍昼夜的及时发文协调各个州府，并将储备军粮调出赈灾。他不能辜负宣宗这份信任。宣德7年，灾情得到了一定缓解，晋豫两地数百万民众因为于谦得以活命。已经有了一定经验的于谦决定着眼于未来，首先是由官府出面购买当地收入较高家庭存粮的1成至2成，同时把自己辖区内已经存储了5年到7年的陈粮拿出来降价卖给陕西、山西的饥民。除了备粮之外，于谦还重点储备了不少药材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赈灾只不过是于谦在晋豫两地众多政绩中一个小小的例子。他在这里治黄河、修堤坝、灭蝗灾、建药局、通运河、清冤案，当地的百姓感恩于谦，为他修庙，日夜祈祷，期望他健康长寿。此时于谦已经从一名江南水乡走出来的士子，变成了大明晋豫两地的擎天一柱。于谦在当地的功劳不止这些，要知道他还是朝廷的兵部侍郎，守护好大明的边境一样是他的工作。山西一直是明朝边防的重点，朱棣迁都北京之后，山西的防务重点又在大同，而到了宣宗时期，因为长时间没有出现大规模战争，加上整个山西省中大同的地理位置相对孤立，从太原到大同的路途十分艰辛，偶尔还会遇到个别蒙古散兵有勇劫掠，所以在于谦来之前，巡按山西的御史几乎没人愿意到大同去。而于谦通过调研发现，由于缺乏管制，再加上大同府的武官基本都是世袭贵族，大同军户逐渐变成了他们的佃户甚至农奴，属于国家的军屯田也变成了私人领地。这个问题十分严重，军人全部变成农民，如果他日战事一开，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？于谦立即上奏，要求边关武将要接受朝廷监管，同时一定要单独设立大同巡按御史，并将私田收回国有。一时之间，于谦在晋豫一带威望大增，从民众到官员，从军士到将领，都对他心怀敬畏。当时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次于谦出巡，夜晚经过太行山，山里的匪盗将其截住，结果双方在黑暗中打了个照面。于谦用其独特的杭州口音怒斥匪徒，盗匪一听此人江南口音，立马猜出是巡抚于谦，连忙逃跑，并解释道：不知道是于大人。作为巡抚，于谦的工作是很忙的，但是文人的习惯他并没有丢下。宣德9年，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于谦在山西灵石县高壁山祭拜了大汉朝开国功臣韩信。当年吕后杀死韩信，将其首级派人送给远征他地的刘邦，结果使臣在灵石一带便碰到了得胜班师的队伍，看到韩信的首级，刘邦一时感慨他在楚汉战争中的功绩，于是将其首级埋在石陵县的高壁山。于谦在此留下诗一首，过韩信中。他并没有怎么写韩信的功劳，反而写韩信拥兵自重，最后身首异处。于谦在晋豫虽然官声很好，但是在一些居心叵测人的心里，他是一个异类，因此于谦得罪了不少人。可对于于谦来说，他有皇帝和内阁的信任，有百姓的爱戴就够了。如果国家有一天需要他做一个孤臣，他也无怨无悔。而且事实上，于谦能够做成这些事，也少不了内阁的看重。三杨都非常欣赏于谦，明史明文写道，只要是于谦的折子，都会立即拿给宣宗批示。于谦是作为三杨的接班人来培养的。可是于谦并没有等到顺利接班。宣德10年，38岁的宣宗朱瞻基病重去世，朱祁镇登基继位，主少国疑，三杨逐渐老去，皇帝宠幸太监王振，而且朱祁镇也有授意王振联合五勋贵族去打压文官集团的意思。正统5年，杨荣离世，杨士奇因为儿子犯了死罪居家不出，于谦逐渐失去了在中央的倚仗。但是由于其在晋豫两地实在声望太高，而且他确实是个治世能臣，朱祁镇和王振便让于谦继续在晋豫巡抚。可是于谦偏偏又是个不贪不占、两袖清风的人。当年王振掌权败坏朝纲，每年地方大员进京朝拜都要给王振送礼，但于谦不送。有人劝他即使不送钱，送一些当地的特产也好，但于谦说道，在我这儿只有两袖清风，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。
这下于谦算是把王振这个死太监得罪了。王振于是找人构陷于谦，将他关进了刑部大牢，判了死罪。当地的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刑，集体上书要求释放于谦，甚至河南的襄王周王也上书替这个为国为民的好官站台。王振逐渐顶不住压力，只能释放于谦。于谦又回到了禁狱，在巡抚的位置上，于谦前后做了近18年。38岁那年，于谦次子夭折，48岁夫人病逝。正统12年，于谦的老父亲也死了，他伤心欲绝，想要回家替父亲守孝，但朝廷不许。正统13年，于谦的母亲也去世了，朝廷照旧不许守孝。此时于谦50岁，为官20余载，他为了国家社稷尽心尽力，但唯一亏欠的就是他的家人。就在母亲去世的同一年，于谦被调回北京任职。可谁又知道，仅仅1年之后，大明朝将迎来一场史诗级的浩劫。